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腰很痛很硬，连弯腰起床都变得很不容易。或者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之后，要站起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腰动不了，没办法顺畅的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其实这些和腰有关的状况，初步可以用动作简单的分成2种类型，分别是伸直不耐，还有屈曲不耐。如果你是挺起来才腰痛，那代表你是属于伸直不耐的人；如果你在弯曲的时候才腰痛，那代表你是屈曲不耐的人。这部影片，我想让你知道伸直和屈曲的不耐症分别有哪些症状，以及该做哪些运动和姿势矫正来改善你腰痛的状况。尤其如果你的生活是无法避免久坐的同学，那就更别错过这部影片哦。我们的腰椎只有5节椎体，叠罗汉叠起来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结构。这里不稳定的意思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给它什么方向的力量，它就会变成什么形状。正常来说，健康的腰椎不管给它什么方向的力量，应该都是不会痛的。但如果在特定的角度加压的时候会痛，就可能是有不耐症的状况。往前弯会痛，就叫做屈曲不耐；往后仰会痛，就叫做伸直不耐。通常不耐症发生的原因都和你每天重复最多次的动作有关，而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重复最多的事就是坐着了，甚至可以一点也不夸张的说，我们坐着的时间都比睡觉的时间还长了。所以发生在腰椎上的不耐症，绝大部分都和做这件事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如果你习惯驼背坐着，让重心维持在前面，这样腰后侧肌肉被拉长，而椎间盘就会因为重量一直被压在前面，容易让椎间盘里的液体往后突出，压迫到纤维环或者是神经，你就会在往前弯腰的时候腰痛，这就是屈曲不耐症。同样的，即使你坐得很挺，那也有可能会变成伸直不耐，因为挺腰的这个姿势会让你后侧的竖脊肌群变紧，然后前面的腹部肌群因为被拉长而没有力气，这样一样会让腰椎旁边的小面关节压力大增，而引起腰痛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虽然都是腰痛，但弯曲不耐和伸直不耐是2个方向相反的成因。但不管你是哪一种，只要长期固定在某个特定姿势，都容易发生问题。而且腰痛只是最初期的症状，放任这些疼痛发展下去，最后还可能会造成结构上永久性的伤害。例如，屈曲不耐可能会让椎间盘突出或脊椎的椎体骨折，而伸直不耐可能造成脊椎滑脱或小面关节发炎。可是现在大部分的人生活形态都需要久坐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解决久坐造成的腰痛问题呢？有，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能解决的。我尽量帮你简化成3个方向，分别是时间、姿势还有运动。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看。第一个，时间。久坐时间太长的问题，解决方法就是一定要尽量减少久坐的持续时间。根据研究，久坐超过30分钟后产生的慢性伤害，是靠运动也无法解除的。所以不是不能做，而是一次的持续时间不要太久。最理想的状态下，我会定个闹钟，每30分钟提醒我一次站起来走一走。也可以用个升降桌，每30分钟交替一下坐和站的姿势。养成这个习惯可以保护你的心血管系统，减少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几率。第2个就是姿势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所谓正确的姿势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标准答案呢？没错，正确的姿势就是要把关节放在压力最小的位置。以腰椎来讲，歪斜的姿势会让腰椎在很短的时间就累积过大的压力。你看，腰椎面积就只有1个拳头宽，如果还让它歪歪的一边，上半身的压力就只剩下半个拳头的大小在支撑了。但是如果正确的姿势维持太久，也会造成酸痛哦。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标准答案，还要养成经常变换姿势的习惯。而为了让我们坐着的时候腰椎维持在压力最小的位置，选择一个支撑性良好的人体工学椅就非常重要。一张好的人体工学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首先是得安全，再来是得舒服，最后才是符合人体工学。像福金刚总代言的 iRox 人体工学椅，通过 BIFMA 美国办公家具制造商协会测试认证，基本上就确保了品质与安全。而在舒适度上，用的是美国 Matrix 高弹力网布，全通风设计让椅子远离闷热和黏腻感。而且这个网布能在长时间使用后，还能保持支撑力不塌陷。骨架一体成型，坚固不摇晃。收到货之后，组装也超简单的。你看，只要把气压棒插上去后，再装上椅子就可以了，一个螺丝都不用锁。最后，我们再看它的人体工学设计，这张椅子腰椎的支撑性很足够，能让腰椎保持弧度，有效减少腰椎的负担。为了适应每个人不同的身形 ，iRox 也提供像前弯后仰、升降、头枕
以及扶手的调整，让每个人都能有最量身打造的支撑。T05还有很多颜色可以挑选，而 Plus 版的单边操作更顺手。iRox 能提供协议，在台湾生产，提供权益5年保护服务，让我们安心购买，放心使用。我自己已经做了一段时间，真的很舒服，推荐给你。如果你是伸直不耐的人，表示你平常做的时候挺得太用力了，要放松一点。要怎么放松呢？首先屁股要坐到底，脚要有支撑，然后可以把椅背往后调一点，让腰椎有被支撑，但又放松的在椅背上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是屈不耐的人，就是你坐得太松了，可以把椅背调得挺一点，然后一样坐到底，让腰椎靠椅背撑起应有的弧度。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要牢牢记住，不管怎样，尽量都不要维持在同样一个姿势太久，因为只要固定不动，一定会有肌肉不可避免的变紧或者是变弱。所以最后一点，保养运动。我希望你能学会我针对久坐而设计的反向训练、反向伸展。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反向动作。像我们坐着的时候，大腿的前侧和胸口的肌肉都处于缩短的状态，而反向伸展就是反着来，把缩短的拉长。相对的，坐着的时候，后侧的背肌、臀肌因为不需要出力，所以很容易就弱化。反向训练就是训练这些弱化的肌肉。接下来的几个运动，每天坚持做一点点就好，一定能帮你减少久坐带给你的伤害。骨盆操，首先我们先活动所有骨盆旁边的肌群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伸直，屁股往后推，让坐骨坐在椅子上。坐骨就是当你坐好后，屁股左右摇晃，跟椅子接触的那个突出的骨头。双手叉腰，放在两边骨盆的边缘，右手往下压，让右边的骨盆下沉，左边骨盆上升，同时头顶往上延伸，身体保持直立，不往两边倾倒。停留3秒钟，换边，左手往下压，右手往上，让左边骨盆下沉，右边骨盆上升。重复这个动作10次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动到骨盆和腰椎上的肌群，像是腰方肌、竖脊肌等，还有肩胯关节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避免关节和肌肉僵硬。接着，我们来练习骨盆前后转动。想象骨盆里有一碗水，先向前倾倒水，同时让腰椎向前拱，这是骨盆前倾和腰椎伸直的动作。然后向后倾倒水，同时让腰椎向后弯曲，这是骨盆后倾和腰椎屈曲的动作。重复这样的前倾、后倾10次。如果你平时的姿势是骨盆前倾和腰椎前凸，就说明你可能属于伸直不耐的人，你需要多做骨盆后倾的动作来平衡你身体的关节和肌肉。如果你平时的姿势是骨盆后倾和腰椎屈曲，就说明你是屈不耐的人，你需要多做骨盆前倾的动作来调整你身体的关节和肌肉。你要记住，多做一些平时不常做的反向动作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加平衡。胸椎旋转和内收肌伸展。接着我们要来增加胸椎的活动度，还有大腿内侧的拉伸。双腿伸直，屁股往后推，让坐骨坐在椅子上。双脚分开，宽度大于肩膀，脚尖向外旋转15度，膝盖对准2到3脚趾。双手沿着小腿往下握住脚踝，身体尽量不要驼背。左手肘顶住左边膝盖，右手放在后脑勺，手肘向外张开。从胸椎开始向上旋转身体，看向天花板。停留3秒后，回到中间的位置，重复这个动作10次。换边，这个动作不但可以帮你伸展大腿内侧的肌肉，也可以帮你增加胸椎旋转的活动度，是一个很有效的伸展方式哦。前后矢状面伸展。坐在椅子侧边1/3，弓箭步，一脚前，一脚后，后脚膝盖尽量放在屁股的后面，脚趾头垫脚尖，核心360度撑开，避免腰椎过拱。前脚的脚跟要贴住地面，不要抬起来，这样可以增加你的稳定性和平衡。手往上延伸，要注意不要耸肩。你可以想象有一个气球拉住你的手指，整个身体往上延伸，这样可以增加你胸廓扩张和呼吸的效率，也可以放松你的颈部还有肩部的肌肉。你会觉得前侧大腿、腹部还有鼠膝紧紧的，就停留3秒。
再慢慢回来，反复10架之后换边。背肌训练，双腿伸直，屁股往后推，让坐骨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往前倾，屁股往后推，保持腰椎直立。双手举起，上臂和前臂呈现 W 的形状，上臂前臂平行，手掌向下。背部的肌肉夹紧，将双手往头顶的方向延伸，停留3秒后，将双手慢慢收回到 W 的形状，重复这个动作10次。每次伸展和收回都要控制速度和范围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如果你的腰会酸，可以把肚子360度撑开，肋骨收紧，增加核心的稳定。做到站，首先骨盆回到正常的位置，身体向前倾，屁股向后推，让坐骨稳稳地承受身体的重量。身体往前倾，屁股稍微离开椅子，保持脊椎不弯曲。膝盖对准2到3指，双手放在膝盖的外侧，用力将膝盖往外顶住手，不要移动位置。感受屁股的收缩力量，保持这个姿势10秒，重复5次。这动作可以帮你改善下半身的血液循环，也可以训练久坐造成的大腿和臀部肌肉无力。我们身体的酸痛、体态歪斜或不良习惯，其实都源自于身体适应了我们常做的动作。我们的大脑很单纯，它会根据我们的使用方式来强化我们常做的动作，弱化不常做的动作。当大脑开始对一些动作感到陌生，和这些动作有关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弱，最后造成肌肉失衡，进入强的越强、弱的越弱的恶性循环。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不可逆的生理结构伤害。所以，当你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可不能只单纯的了解什么姿势或者是哪里痛，其实可以进一步的试着从生活形态来分析动作模式，找出造成疼痛的原因，才能把问题连根拔起。这些观念其实不只是腰椎，延伸到其他部位也都是一样的逻辑。看完这部影片后，我希望你也可以试着观察自己的身体，分析自己的动作，尝试给自己设计一些反向的运动，帮身体恢复平衡和健康。最后，我想再跟你推荐一下 iRox 的人体工学椅。我第一次看到这张椅子的时候，我就被它的质感吸引了，而且实际坐一段时间之后，最大的感觉就是透气、支撑力强，而且它的扶手、椅背和腰靠都可以根据我的工作状态随时调整形状，简单调一下就能避免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了。这2个月用起来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太舒服了，会不小心坐太久，所以我才会说记得设闹钟提醒自己起来动一动。如果你想送自己身体一个礼物，那就不要错过这张椅子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